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arry。本周真是跌麻了，标普指数跌破了250日均线，时隔11个月再次进入到了技术性熊市。纳指呢，直接一根阴线往下栽，完全没有回碰年线的意思。而英伟达呢，跌破了前低，微软创了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差表现。很多人后台问我是不是要清仓跑路了，还是说这个是传说中的黄金坑？今天这期视频呢，咱们不聊虚的。Harry 呢会用山海趋势图把纳指、英伟达、特斯拉、谷歌、微软、Meta、美光这些票一个个给你拆解清楚。而且呢，我会教大家2个实用的战法：头肩顶的最小跌幅怎么算，以及换股解套法怎么用。看完这期呢，你至少知道现在该恐惧还是该贪婪，哪些票可以等反弹，哪些票还要跌。老规矩点赞、订阅加上打开小铃铛，咱们直接开干。先看消息面，美伊那边呢分歧巨大，短期内呢很难回到谈判桌。川普呢虽然多次拖延，在最后通牒之后又有最后通牒，但是市场已经被免疫了。而且这回呢和贸易战不一样，美国不可能打完伊朗就跑，让中东自己去擦屁股。只要伊朗不同意所谓投降的15条停火协议，美国就只能继续打。Harry 的原则呢很简单，闪电战可以买，持久战就观望。油价决定了中期的方向，而科技股要看长远。现在这个局势呢，更像是持久战，所以不要急着冲。在这样的局势下，大盘走势有什么特点呢？标普最近一个交易日跌幅 0.39%， 低开低走，收盘6343点，已经跌破了6400点的关键支撑位。而且呢，时隔11个月，标普再次跌破了250日均线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很有可能技术性熊市来了。有人可能会说跌这么多了，该反弹了吧？我先给你看一个东西，年 K 线。标普今年的走势大幅偏离了 MA5 均线，历史上年 K 线不太可能持续的偏离 MA5， 它会产生一个均值回归的过程。也就是说，虽然现在年线跌了500点，但是离 MA5 还有很远。如果再跌500点，总共跌1000点，对于7000点的标普来说也不是不可能的，因为那只是 14% 的回调。历史上呢，标普在危机时刻可以跌 30% 以上，10年里面发生了3、4回。不危机的时候回撤 10% 到 20% 也是家常便饭。所以呢，大家不要觉得跌多了就是底。再看纳指，纳指上一个交易日跌了153点，跌幅 0.73%。250日均线以下低开低走，形成了一个中阴线，而且没有反弹，也没有再碰回这个年线，这是一个极弱的走势。另外呢 CNN 恐慌贪婪指数快跌到了9。Harry 的经验是在暴跌的极致恐慌指数会跌到3到5之间，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否极泰来。现在9还不是最悲观的时候，最怕的是震荡下跌总有人还抱着幻想，还在准备抄底。等到真正暴跌的那天喊底部的人就不喊了。所以我说，不要指望恐慌贪婪指数跌到10以下你会抄底，那个时候我们都是恐慌情绪当中的一份子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方法1，看20578这个位置能不能站住。方法2，看周线。这种跌势日线不够安全，至少要看周线企稳才有参考意义。你们看这次呢已经跌了9周，之前呢也跌过9周，但一定会止跌吗？不一定按照近几年的经验最长要跌到13到14周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在第9周没有止跌，很有可能会跌到4月底。那怎么办呢？做好准备，跌出了底部，只要等到消息面好转，我们就可以进场了。但一定要等到钱袋子出现之后，有明确的放量上涨 K 线，至少是中阳线以上，才是稳妥的机会。那借这个机会呢 ，Harry 再和大家讲一下山海趋势图的用法。在这样的极端行情当中，我们特别需要用工具来帮我们拨开迷雾，抓住更加确定性的交易机会。山海趋势图呢是趋势交易的原理世间万物都是有趋势的，股票也一样。紫色是代表了上涨趋势，积极做多；黄色是下降趋势，谨慎做小波段，或者做空，或者用期权对冲。蓝色 K 线呢是底部信号，配合钱袋子更确定；而黄色 K 线呢是压力位，配合逃跑小人，回落的概率更高。
我们如果能够配合这样的图形去做短期交易位的波段，会比自己猜涨跌更加的靠谱。那新朋友如果想要体验呢，记得点击评论区助理老师的联系方式去验证一下啊，这样的工具会不会真的有用？免费7天试用，多看少动啊，反正也不会有什么损失。当然，我知道有很多套牢的朋友呢，心里非常的难受。Harry 呢，在这次波动当中也和大家一样，回撤了12%了。但大家有没有想过换股解套法呢？这个我会放到后面专门说。咱们先来看个股情况。先看谷歌，谷歌前2天形成了头肩顶，这几天啊天天大跌，这就是头肩顶带来的威力。大家看啊，这是一个标准的头肩顶形态，我们来拆解一下。左边相对比较高的高点呢，我们称之为左肩，就像人的肩膀一样，它是一波上涨之后形成的。那么中间这个最高的顶部呢，我们叫做头部，通常会伴随着成交量的放大，显示出多方力量达到顶峰之后开始衰竭，然后股价下落。之后呢，在这个地方再反弹，但力度已经减弱，形成了右边这个比左肩稍微低一点的右肩。连接左肩和右肩的低点我们可以画出一条颈线，这条颈线就是整个形态关键的支撑位。谷歌这一波的头肩顶的颈位置呢，大概是在297左右一旦股价跌破了这条颈线，就意味着头肩顶的形态正式确立，杀跌行情就会启动。而且呢，这里出现了下跌九转当中的第8 K， 这是我们软件的九转指标功能无论最终9 K 会不会形成，都会显示数字。因为就算没有9 K 也代表了一种趋势。而且呢，我们的工具会自动的生成支撑位，这里有一个支撑位是285，但已经跌破了。那这个跌幅会到哪里呢？ Harry 呢要教大家一个非常实用的小知识。当你看到了头肩顶杀跌出现，有一个非常实用的 K 线测算公式，可以帮助你测算出最近的一个支撑位和观察位。其实很简单，我们先量一下头部的顶点到颈线的垂直的距离。头部顶点呢，大概是$350，颈线是$297，那么这个垂直距离就是$53。按照公式，跌破颈线后的最小理论跌幅就是从颈线位置往下再跌这么多，也就是297再减去$53，等于$244。这个就是谷歌这波调整的第一个目标位。大家看这几天呢，谷歌从颈线的位置297一路跌到现在的$271左右已经跌了$26，离我们的244目标位还有空间。这就是技术形态的威力，它能够提前给到我们发出风险信号。所以呢，当你发现手中的股票出现类似头肩顶的形态，尤其是跌破了颈线的时候，一定要高度警惕，及时的采取措施，避免深度套牢。那回到谷歌，谷歌是7巨头当中搞 AI 最有声有色的一条龙公司。最近呢，这个股价跌成了一条虫，至于是龙还是虫呢，要用时间证明。但在它完成最小跌幅之前，我们不要急着抄底。再来看英伟达，黄飘带一直往下但已经出现了蓝 K 和钱袋子，底部信号有了，但是前低165的年线位置已经被跌破，很有可能继续下探。如果下探呢，就是情绪杀跌，但如果在165的位置立住了，大环境局势没有明显的好转，我也不建议大家重仓的进场。实在想要参与的，可以把准备要进场的资金分成10份，分批来，因为现在大环境的作用实在是太厉害了。当然英伟达作为股王，恐慌情绪呢其实没有那么大。我们可以用策略来估算一下，这一波呢，它是从185这个位置往下跌，如果165往上走，走到185的位置，就是12%的涨幅。结合你手中的股票如果你的回撤也差不多是12%左右，但是呢属于小股票，确定性没那么高，那你会不会选择换成英伟达呢？这就是我们要说的换股解套法的思路之一。当整个市场普遍大跌，我们可以选择
把确定性没那么高的股票持仓，或者是没有那么优质的股票，换成比较确定的巨头股票，让你的操作更加的稳妥。我们再来看特斯拉，目前呢处在一个明显的下降趋势当中，黄飘带呢持续向下运行，说明空头的力量依然占据主导。但在下降的趋势当中呢，股价也会出现一些阶段性的反弹机会。就像我之前提到的，当股价低于黄飘带下轨较远的时候，出现了蓝 K 或者是钱袋子等底部信号，再结合短期企稳的信号，比如说出现了小阳线，就可以尝试清仓的参与小波段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波，从蓝 K 出现的位置到黄带的中轨位置，这一波反弹4个交易日最高的涨幅达到了 8.7%。这个收益呢，在当前的弱势行情下已经相当不错了。如果大家也用我们的上海趋势图抓住这样的一波小反弹的收益呢，我相信在这个市场当中也是牢牢的跑赢了很多人。不过呢，这种小波段操作对时机的把握要求非常高，普通的投资者如果没有工具辅助很难精准的捕捉到买卖点。那上海趋势图呢，在这方面就能够帮到大忙了。它会通过特定的 K 线颜色和形态组合，给你发出明确的短期买卖信号。比如出现蓝色 K 线或者是钱袋子的时候，很可能就是短期的介入机会。而当出现黄 K 或者是逃跑小人的时候呢，就是提示大家要兑现利润或者是规避风险的时刻了。所以呢，对于特斯拉这种波动巨大的个股想要在下跌趋势当中获利，必须要严格的依赖技术信号，快进快出，绝不恋战。接下来我们再说美光。美光呢是很多朋友从心头好变成了心头痛，从最高的471到319，跌幅达到了32%。为什么会这么猛呢？因为之前涨得太凶了。美光从年初的200涨上来，也有1倍多，涨得又快又多。那跌起来呢，整个市场的情绪很难把控。而且最近还有这个谷歌研发存储芯片的一个利空消息，对它来说是雪上加霜。我在20号的视频里面提到过三山战法，美光呢当时就是一个典型的顶部结构，现在你看已经跌破了这个颈线的位置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我们来看 K 线，这里呢出现了好几根蓝 K 底部信号但我们要注意上一个交易日，这根阴线的实体部分非常的长。虽然也出现了蓝 K 加上钱袋子信号，但后市能不能够进场呢？要等到阳线确认信号。什么叫阳线确认呢？就是等它跌不动了，然后一根放量的阳线拉起来。你看这一波钱袋子之后阳线出现了，这一波的涨势就非常的凶猛。现在呢，美光下穿了颈线365的位置，这个位置呢也是前低的位置到了338，下一个支撑位呢在300左右关键是到了支撑位之后，能不能来一根阳线？在这种趋势下呢，可能一根阳线占一个交易日都不太靠谱因为它确实跌得太凶了，必须是2到3个交易日连续站稳才敢进。所以现在呢，美光的策略是等到2到3根阳线确认之后，咱们再动手。说到这里呢，我知道很多朋友在美光这样的票上要么就是追高被套，要么就是踏空干瞪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可能你缺乏一个系统的方法。大家在过去的时间里呢，有没有对这种看跌或者看涨的信号做过系统的学习呢？比如我们刚刚说到的三山战法，还有头肩顶图形等等的如果你感兴趣也有时间的话呢，可以加入到 Harry 团队的内部课程当中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送出3重福利：山海趋势图的试用权限、每日的美股技术分析内部分享课程，以及内部的期权实战课程的试听权限。如果评论区打出0331或者是私信我们的助理老师，你就可以免费获取。记住咱们先学再做，赚认知内的钱。我们再来看微软，这一次呢，微软真的很惨创了这个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差表现。这一波大家看到基本上是没有阳线真是跌麻了。从日线图来看呢，这里面10连阴这里呢还有一个跳空低开，
30号的收盘价是359啊，已经跌到了之前预测的360的支撑位。那这个360是怎么来的呢？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微软的这个周线图，这根线呢是250日均线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线。上一次和这个 K 线有交集，还是在2011年，也就是15年前。那这15年里面呢，微软整体是一路上涨，高歌猛进，从来都没有跌下过这条线的。在上一个交易日呢，刚好是踩在了上面啊。另外大家要注意的是，微软这里已经出现了白 K 信号，白 K 的反弹力度呢会比蓝 K 弱很多，所以即使有反弹，也就是说在357到380，就是我们黄飘带的中轨附近啊，这个地方哪怕有反弹，也是一个麻雀战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小打小闹，不要指望啊一下子 V 型反转上去了之后呢，可能很快又要下来了。对微软呢，我的看法很笃定啊，长期价值还在的，但是呢，短期不要激动。如果你是长线的投资者呢，这个位置可以分批的关注一下，但如果你是短线，我们等到右侧的信号，不要急着冲啊。再来看 Meta 最近呢也是走得非常难看啊，黄飘带你看越来越宽，预示的跌幅的力度在扩大，而且同样出现了白 K 信号啊。在这里呢，我要再次的提醒各位啊，这个白 K 比蓝 K 的程度要严重很多，说明整个趋势已经被破坏掉了。虽然它这里有潜在的信号，但我们只能看一个小反弹，而且反弹的力度会比蓝 K 更弱一些。那目前这个情况呢，我们就要注意下方的482的支撑位啊，看看能不能守住啊。如果守住了，或者是站上了527的位置，那情况稍微好一点。当然啊，仅仅是好一点。所以呢 ，Meta 现在的策略是只能等到确立信号之后，做一波超短线的小反弹，千万不要上头。当然，如果你说我有一笔资金啊，可以放着3到5年，不用看，不用管，那你这个时候入场也是没问题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个股部分。最后呢，我想留一个思考题给到大家啊，也欢迎大家在这个评论区进行一个讨论。在这样的形势下，大家更愿意买英伟达这种稳妥的老大哥型啊，没有出现白 K， 上涨呢可能会快一些，但是整个幅度呢不会太大的股票，还是买美光这种长期上涨下跌更猛，也许它的反弹更大的像过山车一样的股票，还是买谷歌、微软这样白 K 已经出现的巨头，下跌明显，上涨缓慢，但是呢长期价值显现的股票呢？每个人的风险偏好不一样啊，没有标准答案。但我的建议是，现在这个位置千万不要满仓，不要杠杆，等到右侧信号出现，咱们再来加入。这样的策略呢，更适合我们的散户朋友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信息对你有帮助，哪怕只有一点点啊，点赞、订阅加上小铃铛。参与内部课的同学，记得去听课打卡。手里有拿不准的票，评论区打出来 ，Harry 下一期会帮大家做分析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